今日的克拉玛依，就好像大家在右前方能看到的那只展翅雄鹰，脚踏茫茫戈壁黄土，眼望晴空万里的蓝天，跃跃欲飞，一展宏图。处一直埋藏着大土匪多年积攒的贼赃。这笔巨大的财富就是拿来供给全天下人吃用。今天是29号，我们来到克拉玛依，应该是前天就来到克拉玛依。我们来新疆已经第10天了。因为核酸原因，就是克拉玛依它没有加急的核酸，所以我们昨天没有赶上飞机。我们昨天下午3点钟本来应该飞到伊宁去的，然后开始伊犁河谷的旅程，但是很尴尬，非常尴尬。主要还是我们自己忘记去做那个48小时核酸了，我们刚超过了2个小时吧。然后昨天我们就是坐飞机之前去做了一个，但是它没出结果，我们就只好今天早上买火车从克拉玛依去奎屯，然后再去伊宁，大概是路程上耗费5个多小时吧，因为中间还要等时间，不然的话它其实是个高铁，还挺快的。不过我们昨天晚上又决定去包车拼车，直接从克拉玛依去那拉提，大概也需要5个多小时，但是我们可以过那个北段的独库公路，所以花多少钱来着呢？司机是340块钱一个人，我们拼了3个人一起走的那种轿车，所以我觉得还能接受，就是还可以，因为你能看到独库公路，然后我就不用再去单独自驾，然后又比较节省时间，不然我们今天下午到伊宁时候已经快4点钟了，然后再去包车，我们可能只能走个赛里木湖，绝对不可能去走了那拉提，甚至连赛里木湖都走不了，就无形中又浪费了1天，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行程还挺好的，就是不幸中的万幸吧，也不能说是挺好的，就是而且克拉玛依这地方我们主要是来魔鬼城看一下嘛，从北边到中间以后，然后克拉玛依这几天非常的热，大概有40度，地表温度可能就更高了，就不知道。然后我们这个酒店昨天是这边好像是朝西的嘛，然后昨天40多度的时候，这房间进来就空调你打18度，它都完全没有效果，就很热，有点像个蒸笼，就回想到了我日本的房间。然后这边40度以后，我都觉得这边高温会不会很有损那个汽车啊，有损一些建筑物啊，就是因为烈日又干燥，然后对这种东西的无形中的损耗会非常严重，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我连续住了2天的酒店都马桶出现了问题，就老化或者什么的，不说。我们8点钟就司机就来接我们。就之前我还觉得，如果要不是自驾，要么就是就大巴车的那种大团，或许自己走。现在看起来自己走这条路就是反而还方便一点，因为新疆的旅游方式好像就是这样，就你得去拼车。如果是你自己玩的话，你就去拼车，而且在景点、火车站这些地方拼车还很容易。然后新疆人好像反正司机们他也不会来坑你们，因为新疆这个政策管得特别严，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蛮好的方式了。虽然拼车就你对自己的计划会有不稳定性，你就可能完全会改变自己的时间什么的。对我这种强迫症来说，其实挺难受，所以我开头一直尽量排斥一些拼车，就是能走那种官方大巴或者官方的铁路或者飞机的那种渠道，我就尽量走那种官方渠道，但是后来发现不行，新疆大部分的景点现在很多景点应该说是竟然没什么班车少的要死，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开，可能是为了养活那些司机们，促进那些就业或者什么的。司机们赚的其实还蛮多，但是他们人确实还挺好的。我到现在第9天已经做了也有5、6趟那种拼车回去，但是从来没有碰到有人坑我们或许怎么样的，就没有坑的。
人都挺好的，所以我觉得西加去也算是一种方式吧。唯一不能确定，我就说是时间点的问题，就只能走一步看一步，走一步看一步。但是如果顺利的话 ，why not 也可以吧。所以今天我们去那拉提的时候，好像会下雨，但是也没有办法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今天不去那拉提，去赛里木湖的话，好像明天。就今天可能赶不上，反正就是天气也是个问题吧，我觉得，而且草原上下大雨的话，会非常的冷，所以我今天终于可以用到的是羽绒服和冲锋衣了，然后就让我觉得不会太傻，因为我背了这个9天以后，我都没有用一次，除了那个喀纳斯早上用了那么一次以外。我就觉得我背来就是个傻子的决定，但是如果那拉提能让我用上的话，我可以去吹一下。当然无人机可能不能飞，因为风会特别大。好，那我们等会儿看一看。你看那真漂亮，是一块亮，刚好云吧？鱼了吧？云。明天点，我现在在。离开了克拉玛依以后，我们乘火车前往奎屯。其实从克拉玛依离开以后，我们立刻可以看到，就周围的环境变成了绿色。果然克拉玛依还是太热了。在奎屯，我们找到了司机，接着就打车经过图库公路去那拉提景区。然后我们是2个人包车，因为他其实本来可以接到4个人，但他只接到了2个人，所以我也没有办法。但是价格就是这样，就300块钱一辆车，是一辆车吧？我其实有点忘记了，应该是。于是我们就上路了。它其实是辆出租车，所以整条图库公路基本都是 SUV 轿车，就很少可以看到看到出租车这个东西存在。我们还蛮惊讶的。就成为了一个比较独特的特点吧，算是。然后图库公路就一直弯来弯去，然后动不动就下雨，一会儿下雨一会儿又停，一会儿下雨一会儿又停的无限循环的状态。但是图库公路真的是很漂亮，就可以看到，我不能说看到春夏秋冬吧，就我觉得，尤其是我们从奎屯过去的那一块是北段，对。就它经过了老虎口那个地方，然后它的山岩全部变成了黑色、灰色，就那种很深沉的颜色，就感觉特别的壮观，就很庄严那种感觉。就那块真的要好好看一下，我觉得。包括路上还看到了很多在山坡上的牛羊，这个真的是很神奇。就首先它海拔已经不低了，然后就是它那个斜坡还挺陡的，我就不知道那些牛羊是怎么很自如的在那边，应该大体数牛吧，就在那边放牧的状态。我也不知道谁会在这里放牧，就感觉很奇怪，因为整个独库公路确实是修得很难吧，我觉得非常的厉害。1000米快到的山坡上，然后我们过了这里，就上面那个隧道，我们就要翻过这座山了，然后就开始下坡。现在其实应该处在北段和中段的间歇点吧，过了山谷可能就是中段了。然后这边有很大的一个休息区，我刚刚飞完无人机，就上面好冷啊。现在虽然3000多米，但是没有高反的那种感觉吧，但这里真的很壮观，就已经有一些看到雪的状态，虽然没有雪线哈，就那边比较明显。然后我现在就回程吧。
真的确实有点冷，穿不住，应该穿冲锋衣过来的。我只是想下车上个厕所，没想到就耽误了一下。但是景色真的不错，然后我觉得途虎公路真的很厉害，真厉害，就修的太伟大了。这我也不知道他们修是怎么样去修这条路的。虽然就是西藏也有那种高海拔的路，但是这个它完全就是在很多山脉之间穿梭，就很难，我觉得。所以我现在去找到我的车，这车太多了，幸好我的车是出租车，所以我刚才就看到它在哪儿了。OK， fine， 希望是那辆哈，因为我没记牌照。OK， 是的，师傅在那儿。会因为昨天打电话打到凌晨，今天吧应该说，所以没怎么睡，现在就一直在睡觉。买灰，耶、疯了！你还好？你还好吗？我很好呀。你睡了一路，我刚刚去看，我冻死了。真冷啊！我看你拍的视频。我等会儿给你看啊。我操，冻死了！你睡过去那路真的有点险，我跟你说，就我都不敢睡，就感觉师傅开贼厉害。走了，冻死了。你没穿呀？靠！没穿呀，我本来就是想上个厕所的。哎呀，冻死我了，我操！这个吗？太冻了。中段接近那拉提的地方吧，也没有接近，其实还挺远的。这边都是绿色。那我们停下来的原因是因为它放……哦，好，那我们去看看。要不要给你拍两张啊？你不冷啊？这是不是他放？那边还下了冰雹，我们来的路上现在打雷，但是下面真的很漂亮。你好，他这边是怎么了？哦，行，上车了。接着我们很快就到了那拉提，其实中间还有点小故事，造成我们延误了蛮久。其实到的时候已经6点钟，但依然就是最好的时候吧。接着我们就飞了无人机。
非常有意思的是，我们在那拉提回程去新源县的时候，还碰到了下大雨，但是阳光却在远处开着，就造成了算是路面上非常漂亮的一种感觉吧，就有点在追寻圣光。然后我用 iPhone 13 Pro 把它尽量的还原了出来，因为我拍的是 ProRes， 所以我感觉其实就还蛮接近我的眼睛的那种感觉吧，对。在新源县的第二天起床后，我们就拼了车去伊宁市，然后重新租车开往萨里木湖。路上大概要开3个小时左右吧。但是路上的路况非常的好，然后景色也非常的不错，就两边的树就很怎么说呢？我用词太少了，就是很高耸林立吧。600米处就我很少会见到这种叫什么针叶，就是松树一样的树这样子。然后接着我们还能看到，这个叫什么大桥来着？果子沟大桥，对。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走，就是无人机从它正上方飞过去，因为我们开的路上就看到指示牌说是不能停车，就全线都不能停车，所以我还蛮好奇的。当然我们在后面可能看到了观景台了，但是好像依然不可能飞到那么远的地方去，因为风很大。请保持左侧行驶，有违章拍照。200米处有违章拍照，前方右侧车道施工，全长500米，请小心驾驶。600米处有违章拍照。这陡得很呀！对，你手架在上面就会很陡。我不架你更陡。前方连续转弯，请慢一点。新力量来支撑它。就到这儿呗。600米处有应急车道和视频监控，请留意当前车道。600米处有视频监控。470米后进入隧道。这还蛮好看。在经过2个隧道以后，我们从最后一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隧道出口以后，我们就一眼可以看到赛里木湖在左边，就非常的蓝，就我们会觉得豁然开朗了。就之前它经过一个个隧道，可能之后还是山，但是就到赛里木湖隧道那一刻，就真的会觉得哇，天哪，太帅了！就是你会觉得整个地有那么的宽，然后就远处还有一座高的雪山，算是雪山吗？不算吧，但是很高的山，就你可以一直往它的方向开，然后开到它的脚底下，然后拐弯去赛里木湖，那种感觉就非常的好，而且车非常的少。好，我们刚才买了自驾票，145块钱一个人，他说是90公里，时速70，所以等会儿我们就要去环湖了。这将是我们新疆之旅的最后一个景点。好，我们的车在哪儿？我们停哪儿了？在薰衣草。哪儿都有薰衣草，好吧？好的。把那个头朝起来。行，好，看到了。我们租了辆车，捷达
什么5，是很便宜的 SUV， 但是有带蓝牙功能，虽然音响并不好。对，刚才一路过来非常的漂亮。让我们感受到了今天的快乐。昨天真没感受到快乐。我觉得今天就是住在赛里木湖旁边的这些酒店，我觉得还挺好的，住一晚，2日环湖。比如说一整个场还挺快乐，但是真到景区觉得一般。路上你在睡觉？哦，那要不是我下车上厕所，你哪能醒呢？先我看。哇！我保1210行吗？不可能，你后面有车的，60吧？哎，他走左边吧？啊，别被人家低了，应该开个40、50总得有吧？好，现在我们换了司机。赛里木湖没得说呀，确实是漂亮，但是我们现在又到正午，所以感觉有点厉害。但是它那个有人下水哎，我操！这边有游客下水，人机的。是要玩要不然死。你被卡车超了，好吧？我的手部防抖还 OK， 开吧没事。没有，你好烦呀！等会儿我会帮你拍你。还是加速？快点吧，我觉得无所谓。这边草地也有很多人露营，我觉得就住这儿真挺好。一边的花。这什么花呀？等会儿我怕我们又认错了。下来拍，等会儿下来拍吧。就这里停车场非常多的，就随时都可以停，大概1公里、2公里左右就可以。没有到2公里，就1公里吧，就会有个停靠点。那是你开那么慢，人家都不好意思逼你，破坏这美丽的环境，你也该有点自知之明。那湖其实就这样了，就大差不差吧，剩下的就愉快的开车，顺便给你练练车吧。还用练车？我操！好，你牛。在这儿能练车。我这边有一大批花，应该不是薰衣草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，也许是吧。然后还有一些雏菊，这边简直就像大海，要不是对岸能看到山，就感觉对岸还是有境界的。就你会觉得这真的是一片海。我们刚从那一端来的时候，就感觉那边像是一片海，就是一望无际了，太远了，离对岸。就这边是个观景台，已经偏后端了吧？因为往前开马上就可以看到山下面去。那边确实很漂亮，但是现在已经下午的4点钟左右，那就是北京时间2点钟嘛，其实还很晒的时候。但现在风很大，在这儿，然后你就会感觉这真的是一片海。唱一首《听海》呗。可以啊。一定不是我。下一句是什么？
真漂亮。就这水是非常的蓝，然后就接近浅滩的地方就有点绿，我不知道是天空映射的那么的蓝，还是说它水底真的有一些水藻。就这个简直太蓝了，就跟太平洋深海不到一点的地方那种差不多。就因为现在太阳看起来就直射下去就没那么蓝，但是我们刚才在稍微阴一点会被云遮住一点的地方，它就是非常非常的蓝，就是深蓝色，太不错了。就这地方我真的推荐大家来，比之前的所有景点，虽然就是跟喀纳斯啊，或许跟大草原都不一样，但是我就是如果新疆要排个第一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是这儿。如果能住在这儿一晚，它因为它的那个门票是环湖2日嘛，就有那种套票，190块钱吧，就我觉得很划算。你可以住在湖边，然后第二天早上看看日出，或许看看夕阳，都是很好。赛里木湖确实没得说，虽然他们说要赶在那个天气好的时候，但是所有的景点新疆就都得赶在天气好，不然就会爆冷。有下雨，下午很多时候就下雨，像明天它下塔和那个琼库舍台都会下雨，所以就够呛。下雨就很泥泞，然后又很冷，风又很大。开喽！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，看得见吗？我的位置你在后的呼吸，每次感觉你在心头的鼻息。思念是一种病，思念是一种病，一种病。拿下来，你系好安全带。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，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，试着感觉你在后的呼吸，每个在你在心头的鼻息。真稳。从萨里木湖出来以后，其实它有第二个通道，就是出口，但是在湖的另一边，就我们不知道，我们才原路返回。然后就今天我们就不用去到乌鲁木齐了，我已经退了火车票，然后直接从明天伊宁飞回家，有奖有险。然后我们开了就是离那个出口一点点的地方，叫一个胡塞风景区吧，这儿停一下能看到果子沟大桥的一段。但不是最宏伟的那一段，但是已经还挺帅的。然后这边有羊啊什么，但是我觉得无人机不能飞，因为这一份实在太大了，我觉得无人机扛不住，就算了。所以我们现在继续回程。这边真的是相当的帅气，因为你就在果子沟大桥的，这算是最后那一段吧的上面，就正上方，所以确实很宏伟。然后他这儿说是金顶，那上面有个观景台，可以爬到那上面去，然后看的应该是这边雪山的景点，但是现在夏季完全没有雪山，所以我 maybe 冬天才能看到吧。
这里确实还挺好的，就算是一个免费的风景区吧，就顺带赛里木湖可以多看一眼。但是我不知道那个拱桥在哪里，就怎么样可以拍到拱桥。然后你看远处其实还有一段那个这座桥也是真的蛮厉害。不过中国我知道造桥一直是很厉害的，所以就没有独库公路那么的夸张，我觉得。旅程的最后，我们就在国子沟大桥的航拍中结束吧。虽然最后也没飞越过去，不过好像听说有地方可以过去，就以后大家可以自己去寻找一下。因为我看到过视频，所以它是一定可以过去的，只是我们确实没有这个时间。然后全程我们大概走了13天左右吧。其实到后半段的时候已经很审美疲劳了，因为就你懂的。其实我觉得分开2段走，就阿勒泰和伊犁分开走会更好。然后我写了一些建议在我下面的那个介绍里面，大家可以参考。然后有什么问题直接可以留言，包括一些靠谱司机的号码我还留着，大家也可以问我。就回去休息一段时间以后，我又会打算去云南的虎跳峡徒步了。那就我们之后再见吧。我会去借一个稳定器来，就让画面不要那么晃。好，大家拜拜。